趙麗穎不再隱藏，不炒作，不隨潮流的她，成為85後中的另類。在85花裡，趙麗穎一直算得上個別具一格的存在。別人在抱團取暖的時候，她靠着那股不服輸的精神，硬是自己闖出了一片天。那土裡土氣的姑娘，從農村走出來，結果被導演瞪着鼻子罵成了豬。沒有學歷，沒有靠山，也沒有什麼關係網，她靠着在演戲這行跑了整整8年，只是跑龍套，才終於有了被人注意到的機會。好不容易熬過了那段日子，擁有了屬於自己的大女主戲本，可偏偏還遇上了各種不講理的對待。學歷不高就遭罵，參加的活動被冷落，私生活還被曝光，沒有人再關心她的死活。趙麗穎退出娛樂圈的話題衝上了熱搜榜，評論區裡那個黑屏都快到70萬了，甚至連爸媽都沒能幸免。趙麗穎靠着一座又一座的獎盃，狠狠地反擊了那些一直看她不順眼的人。專家共識，趙麗穎的價值不在爆點，而在抗周期能力。在娛樂產業高度依賴資本周期與輿論風向的當下，演員是否具備抗周期能力，正在成為行業重新評估價值的重要標準。多位長期參與平台內容決策的業內人士指出，趙麗穎是當前85後女演員中極少數在題材退潮期依然具備穩定議價能力的演員。影視平台內容負責人王某化名分析道，它的商業價值不是靠某一部劇的瞬時爆發，而是長期穩定輸出形成的信任背書。雙引號，在平台看來，趙麗穎意味着3個關鍵詞：穩定、可控、可預期。這3點在如今高風險、高不確定性的影視市場裡，遠比短期流量更具吸引力。誰能料到，曾經那個首次踏上上海土地，在東方明珠前留下一張稚嫩合影的趙麗穎，如今已經變得怎樣了？15年過去了，她又一次回到了那個曾經追夢的地方，手裡還拿着那些令人向往卻難以觸及的輝煌成就。一個農村姑娘逆天改命，掌握了各種影視資源，喬裝打扮後成為了名副其實的流量女王。趙麗穎憑借2019年的蛻變，徹底打破了圓臉不能演主角這條魔咒。沉寂8年，終見天光。1987年，趙麗穎在河北廊坊的一個普通家庭裡出生的，家裡的祖祖輩輩都是實在本分的農民，沒想到偏偏出現了她這個不認輸的孩子。她有着拼到最後的韌勁，也從不缺敢於失敗再戰的勇氣。正如她那句話，可別讓我遇上機會，一旦有了，我肯定會拼盡全力把握住。趙麗穎小時候，大部分時間都在老家的農田裡度過，收麥子、掰苞米，一個不少。不過隨着年歲一天天長大，她對普通的日子已經不怎麼滿意了，整天在想着怎麼打破現狀，找點出路。她初中一畢業就沒繼續上高中了，而是挑選了門挺熱門的空乘行業。直到趙麗穎真正踏入這一行，才發現理想和實際之間還是有些差距的。讓她最懸的是學費那塊，家裡就是普通的農民，根本拿不出那麼多錢。她的學歷也不算高，達不到空姐的門檻，只能沒辦法放棄了。不過趙麗穎可不是那種認輸的人，後來她也試過發傳單、賣衣服，甚至當過服務員。年紀輕輕的她也遇到過不少顧客的刁難，不過就算這樣，她依然咬緊牙關挺了下來。可這畢竟不是長久之計，趙麗穎於是就在家附近找了份推銷的工作，每天都拼命忙活，這樣的日子也不是她心裡的模樣。直到看到電視裡播出的雅虎搜星選秀比賽，她才萌生了試試看的想法。就這麼一個平凡的鄉村姑娘，開啟了屬於自己的追夢路。
趙麗穎那圓乎乎的臉蛋，笑起來特別迷人，收穫了不少粉絲的喜愛。沒想到這一路投票，竟然讓她直接衝進了前50名，還在馮小剛組裡拿到了冠軍位置。可惜掛在冠軍頭上的光環，並沒有讓她迎來爆紅的好時機，反而沉寂了快整整8年。那會兒還稚嫩的趙麗穎，拍了馮小剛導演的廣告貴族片，也就這樣抓住了簽約華誼兄弟的契機。她那調皮可愛的模樣被導演看中了，又出演了《金婚》，扮演了個小角色。可是接下來，趙麗穎似乎就陷入了一個怪圈，想找她拍戲的人變得不那麼多了，她也只能跑到各大劇組碰碰運氣，接演了一個接一個的小丫鬟角色，可總感覺沒有啥上升的希望。她變成了那種不起眼的小角色，劇組的人都收拾完了，沒人記得她還在深山裡獨自度過了一整晚。不過趙麗穎這個不信命的人，一直在琢磨着怎麼把自己的演技搞得更棒一些，等着那個屬於自己的好時機出現。就這麼一等，就是整整8年。網民視角不是完美，而是值得尊重。在社交平台上，關於趙麗穎的討論近年來明顯出現轉向，不再是單一的粉圈式吹捧，而是更多基於職業路徑的認可。有網友評論道：“她不是最精緻的，但是最扛打的。”雙引號，你可以不粉她，但很難否認她是真的走得穩。雙引號，看她就知道內娛不是只有捷徑。雙引號，這些聲音某種程度上構成了她最穩固的公眾形象基礎。逆襲頂流，重重考驗。2011年新《還珠格格》一播出，立馬就火得不得了。不光是那些主演火得不行，就連飾演晴兒的趙麗穎也火遍大街小巷。老板的珠玉在前，趙麗穎怕自己演砸這個角色，只能反反复复地安慰自己。不過她在劇組裡一直都被大家排斥在外，沒人搭理她。要麼被導演嫌棄撅嘴像豬嘴，要麼在吃年夜飯的時候沒人想起她。外表看着堅韌不拔的趙麗穎，其實內心依舊很容易受到傷害。同劇組飾演五阿哥的張睿看到趙麗穎的尷尬，就主動跑過來說：“來，一塊吃頓飯吧。”一副關心的模樣。這算是他在職場中少有的幾次暖心時刻，兩人便這樣建立了很不錯的友誼。即便過了許多年再聊起這事，他依舊會被感動得淚眼模糊。曾經被淋過雨，所以就總想為別人撐把傘。等到他真把話語權握在手裡時，也會毫不吝嗇地幫助別人。聽說《楚喬傳》裡的張睿女朋友也是有演過，能有這個機會，主要是趙麗穎幫忙牽了線。就算是在頒獎典禮上，這種認識人脈的好時機，趙麗穎也會貼心地為後輩創造一個聊天的空間。在娛樂圈待了這麼多年，趙麗穎依舊心地善良，真是令人敬佩。誰又能明白，她能攀登到別人看不到的高峰，獲得大家的認可，這一路走來究竟有多不容易？在2012年拍《宮鎖沉香》的時候，裡面可是有一段尺度挺大的場景。按正常情況，為了保障安全，導演一般都會要求大家散場，只留下少數幾個必須的工作人員在現場。可是趙麗穎倒沒有這份特殊對待，面對那麼多人的場面，還在現場表演那些讓人臉紅心跳的片段。事後，她也曾試圖為自己爭取什麼，不過問過導演之後，得到的不過是那種敷衍了事的答覆。那會兒她在心裡發誓，總有一天要讓那些瞧不起她的人狠狠地嘗到苦頭。結果也證明了，趙麗穎確實做到了。《陸貞傳奇》算是趙麗穎真正一炮而紅的大女主劇，絕對算得上是她走紅的代表作之一。她本人也像陸貞一樣，
對待強勢的勢力從來不低頭，敢於反抗，擁有底氣十足的自信和膽識。不久之後，趙麗穎又換了個角色，變成了《追魚傳奇》中那位為情拼命的紅菱。這次她一邊嘟嘴賣萌，一邊換了個角度，結果全都變成了誇獎，算是終於迎來了苦盡甘來的好時候。大家都說，如果臉是像趙麗穎那樣圓圓的，自己要是當主角可就挺難的。她沒有迎合大家的審美觀，而是引領了傻白甜風潮的到來。姍姍來了裡的薛姍姍，靠着一系列天真又不造作的小動作，成功俘獲了觀眾的心。多一分就會顯得不自然，少一分又會覺得矯揉造作。趙麗穎恰好掌握住了這個分寸，所以後來一出現那種千篇一律的傻白甜角色，大家就情不自禁地拿出來跟薛姍姍比來比去。正在大家都覺得趙麗穎可能會因為傻白甜的形象被框死的時候，《花千骨》這部劇橫空出世了。要說早期的小骨，那絕對是個善解人意的小白花，要是黑化之後的她，那可真是讓人看了心疼不已。愛而不能的，眾人紛紛責難，老友也漸漸離開，這些點點滴滴終於成了壓垮她的最後一根稻草。趙麗穎憑借這個經典角色，順利奪得白玉蘭最佳女主角提名，還摘得了金鷹獎最喜歡的女演員獎。之後，她順利拿下了金鷹女神的稱號，可謂風光無限。大家都覺得趙麗穎是個典型的事業型大女主，但其實她也曾為了愛情拼盡全力，捨得付出。情場失意，事業重揚。拼命三娘這個稱號真是用來形容趙麗穎再貼切不過了。粉絲們都被她那份拼搏精神給打動了，也從沒想過會有人能和她齊頭並進。到2018年那會兒，趙麗穎忽然公開宣布了和馮紹峰的好消息。網友們仔細一查，發現他們在《知否》和《西遊記女兒國》裡還都演過對手戲。馮紹峰可不是演的顧廷燁，而趙麗穎則帶着明蘭身上的那股堅韌勁頭。那會兒被稱為內娛第一狗子的卓偉，還在娛樂圈裡挺活躍的，甚至還爆料說趙麗穎懷孕了，結果趙麗穎只用一下劈叉就澄清了這個謠言。網友們紛紛炮轟卓偉，覺得這第一狗子也到頭了。卓偉還在朋友圈裡甩話，不認自己爆的料錯了。等到趙麗穎正式宣布生子的消息出來後，大家才意識到卓偉說的沒有錯，還給他貼上了撒謊精的標籤。可是他那段拼了命也要讓大家知道的愛情，最終還是走到了分手的結局。只用了3年時間，趙麗穎和馮紹峰就宣布離婚，關係也從夫妻變成了朋友。趙麗穎也搬到上海定居，主要是想多陪陪孩子，留出更多的時間。此刻的她不再是那個事業有成的女性，而是一個只希望孩子快樂成長的母親。在照顧好孩子的同時，趙麗穎也從一個沒有發言權的小演員崛起，成功實現了逆轉，翻身資本，掌話語權。可能是在拍《有匪》的時候，趙麗穎感覺到自己還能做的事還真不少呢。劇本本來挺棒的，可實際拍的時候卻少了不少內容，就連那些屬於女主的精彩瞬間，也被硬生生塞到女二的包裡了。這是趙麗穎產後復出的第一部作品，她挺看重的，可惜也沒啥辦法去扭轉目前的局面。我就用2個顏色鮮明的漢堡在微博上表達一下心裡話吧，間接表達我的不滿。要這麼硬碰硬的和內娛比拼，趙麗穎這份勇氣還真是讓人佩服。所以到了接下來拍劇時，趙麗穎變得更聰明了，在《雨鳳行》裡擔任了監製一職，從劇本到台詞的每個細節，趙麗穎都得親自把關，真正實現了話語和決定權都掌握在自己手裡。就算站在了頂級流量的寶座上，
趙麗穎依舊不設限自己，每次她都以全新的面貌出現在大家面前，徹底打破了人們對她的固有印象。到了2024年，她再次摘得金鷹獎最佳女主，現場的明星們都紛紛為她高唱生日歌，場面溫馨又熱鬧。像這樣的榮耀，在今天的內地娛樂圈裡也不多見了。當年浪琴手錶那句優雅並非天生，時間自會證明，簡直說出了趙麗穎在娛樂圈奮鬥了19年的真實寫照。她這股拼搏勁兒，讓她從一個沒人看好的農村女孩，變成了別人難以企及的高枝。直到這個時候，才真切感受到趙麗穎這個人到底有多牛逼。結尾，趙麗穎已成為一種參照系。今天在談趙麗穎，已經不只是討論一個演員，她更像是一個行業參照系。她證明了，在高度功利的娛樂系統中，依然存在另一種可能性。不靠捷徑，不賭風口，不急着證明。她用近20年的時間告訴行業，真正站得住的，從來不是最吵鬧的那一個。